电梯战神有多能打？喂，是爸爸的老爷们儿，一起叫我啊！喂，哥们儿，呀，一西瓜的疼啊！让我们看看丁青是如何处理警察卧底的。打开桶盖，人物特写，李自成被吓得踉跄后退，桶内装的竟然是围棋老师。这人正是他卧底6年来的警方联络人宋智孝，专门负责跟他接头，交换卧底情报。可没想到，丁青早就看穿他的警察身份，还指使延边四虎把他绑来折磨致死。侧面镜头里，李自成吓得脸都抽了。你바둑 선생 놀랬지。丁青慢慢走过来，眼睛死死盯着自己这位兄弟，显然他看出了对方心里的恐惧。这种场面对于李自成来说几乎是绝路，自己多半已经暴露。他在黑帮混了6年，那些手段他比谁都清楚。不过宋智孝毕竟是个女子，落到这伙人手里，受不了酷刑，很难不把她供出来。몸배도 씨발 먹어줄만 하더라. 아, 빨통이 그 씨불려. 어이 브라더, 너 그거 아냐? 전현 저거 짜발이요.丁青继续用话压他，李自成听完心里凉了半截。他从踏进仓库那刻就感觉不对劲儿。刚才扫视四周时，丁青律师的眼神变化和延边四虎满脸的杀气，早就把答案写在脸上了。李自成走向铁桶的时候，有个小细节，延边杀手做了个摸刀的动作。丁青走到李自成面前，两兄弟对视，他终于问出了那句最难启齿的话：“너 혹시 그거 알고 있었냐?" 아니요, 난 아니요。李自成吓得话都说不利索，可能有些观众没看明白。其实丁青最怕的就是李自成直接摊牌。定格画面里，丁青的表情不是愤怒，也不是冷酷，而是紧张和担心。毕竟6年的生死兄弟，他太了解李自成的性格。这人看着斯文，其实骨头很硬。一旦李自成为了旧警察跟他翻脸，那就算他想拉兄弟一把，也没机会了。丁青听完回答，终于松了口气。接下来他就能按自己的计划救下这个兄弟。암만 조조대도 누구랑 붙어먹었는지 절대 안 불어. 아, 어지간한 사내 새끼들보다 나 파이팅 있는 년이요. 응?丁青这是在告诉李自成，对方没把他供出来，但真相到底如何，恐怕只有丁青自己清楚。这里有个细节，宋智孝的嘴是被封住的，既然要审问，为什么还封嘴？这说明丁青怕他说出对李自成不利的话，甚至直接指认他。其实还有一处细节，就在李自成掀桶盖的前一刹那，丁青脸上全是紧张和担忧。导演用镜头在说，丁青不想放弃李自成。李自成听了这话，心里稍微安稳点，可紧接着， 연연이 불지 않더라도 누구랑 붙어먹었는지 나는 다 알고는 있어. 그래도 다시 한번 확인을 해보자. 그러고 싶었던 거거든. 李子成不自觉地整了整衣服，这是恐惧的外在表现。他不明白丁青说的确认是什么意思。原来丁青雇了东亚顶级的黑客团队，直接攻破了警方的机密文件，不只是联络女警宋智孝，就连内部安插的其他卧底，他全都知道了。 이 뿌락지 정도가 아니라 우리 식구들 중에 아예 짜바리 새끼가 박혀있더라고。 李子成忐忑地接过文件，绝望地看了看在场的人。此刻仓库里除了丁青，还有5个人，分别是李子成的小弟15、丁青的私人律师，以及剩下3个延边杀手。除了他自己，李子成实在想不出还有谁可能是警察。他满脸冷汗直冒，那种恐惧感简直溢出屏幕。 다음 거 봐봐봐요. 한 놈 더 있으니까。 注意，丁青用的是艺名这个说法。李子成表情特写，他似乎已经猜到了自己的下场。 이 씨바 새끼는 진짜 놀랬。 丁青故意把外套扔到地上，15弯腰去捡，铁锹直接砸头。这一下谁都没料到，李子成吓得脸色大变。他赶紧翻看资料，那个卧底竟然是15，这个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小弟居然也是警察。可笑的是，他之前完全不知道，丁青把对卧底的怒火全撒在15身上。 충격 먹었냐？ 但他还觉得不解气，转身抽出延边杀手的短刀，15看向李子成，这说明他知道李子成的真实身份。 丁青恨得牙痒痒，他当着李子成的面亲手抹了15的脖子，而李子成也隐约感觉到丁青是有意放他一马，他的资料肯定也在被黑客拿到的那批文件里，所以现场应该有2个警察。可丁青刚才说的却是还有一个，而且丁青紧接着说这帮混蛋一直在耍你，这表示他相信李子成不清楚15是卧底，15不过是警察用来盯住李子成的工具。丁青用心良苦，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劝李子成脱离这条路。 연변, 전현도 그 대충 마무리 해가지고 이 새끼랑 같이 버려버려. 가자. 丁青轻描淡写说了句到此为止，李子成只觉得深深的无力和茫然。 얌체 같은 타인의 새끼, 차라리 죽여달라고 배워나게 해줬어. 李子成不再站在旁边干看着，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同僚一个干脆的了断。宋智孝望着这一幕，那是怎样的决绝和痛苦。枪声响起，
一群小弟听到动静赶了过来。其实这段大有深意，有推测说这些人都是李自成事先安排，以防不测的。要是丁清真打算处决他，最后谁赢还不好说。第一，以李自成的胆量和狠劲，绝对不输丁清，要不是因为卧底身份，谁当老大还真难讲。第二，李自成作为帮派里的2号人物，专门处理那些见不得光的脏活，手下早就养了一帮忠实的小弟。而丁清主要负责集团合法的生意往来，从丁清决定亲自动手时，律师的反应也能看出来。原本的来放下，再过来。周强，你可不是想自己动手。第三，电影里有个细节，李子成接到丁清电话后，没有直接去仓库，而是半路先下了车。차 좀 세워봐。这说明他利用这段时间做了部署。等他赶到仓库时，丁清说他来晚了，也印证了这一点。왔냐? 좀 늦었다 야. 네, 비도 오고 퇴근 시간에 걸려서. 进一步推测的话，李子成总共安排了2拨人，一波提前在仓库周围接应他，另一波守在家里保护他妻子。丁清独自走到仓库门口，他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轻松。这时律师走过来，明显是想问他为什么不干掉李自成，但丁清一个眼神就说明了一切，没有一句台词，全靠镜头表达。导演的手法非常精炼。别看丁清表面上嬉皮笑脸，实际上他确实心思非常细密。电影里有处李子成下意识为丁清挡车的镜头，表明他对丁清的感情早已超出了卧底的界限。在兄弟情谊和清除卧底的两难之间，丁清毅然选了前者。实际上这场仓库戏还有一段删减镜头，这里放出来其中的含义，大家可以自己琢磨。이자생이 네가 시발놈아 이생을 짬밥에 몇 년인데 저런 것들한테 휘둘리냐? 어? 아이고 이 비응신 새끼 이 씨발. 야 애들한테 쪽팔리니까 마무리 잘하고 올라와라. 나 괜찮은 거예요? 지랄하네 이씨. 안 괜찮지 씨발놈아. 丁清对警察卧底的狠辣铲除激怒了江科长，于是他决定借刀杀人，蹦极战神李仲九即将登场。